你应该有见过池塘吧？就像我农村老家的屋子后面就有一个。这些不仅生活着各种鱼类，更有些还为各种生物提供栖息地。通常情况下，这些池塘没什么有趣的，但偶尔我们会在这些水域里会发现最意想不到的东西，比如从长着人脸的鱼到不存在现实中的池塘，甚至是埋在土里最罕见的沉船。以下是最近在池塘里发现的10种最奇怪的东西，希望别太过惊讶到你的下巴。第10名，长着人脸的鱼。有许多奇怪的水下生物，但它们大多数都生活在海洋的最深处，但也有很多奇怪的生物生活在像池塘这样的静水中。以这条长着人脸的鱼为例，其中一种所谓的人形水下生物首次在中国的一个村庄被发现。不用说，看到这条长着人脸的鱼的人对他在水下看到的东西感到非常惊讶。这条鱼的脸明显不正常，它的头前面似乎有一双眼睛，还有鼻子和嘴巴，看起来就很吓人。这张人形鲤鱼的照片迅速在网上传开，但事实是根本就没有人脸鲤鱼这种生物。如果你仔细看，这条鱼的眼睛位于它头部的两侧。这种生物之所以看起来像人，是因为它身上的斑纹巧合的类似于人脸。虽然这条中国鲤鱼是第一条在网上引起轰动的人脸鲤鱼，但之前也有其他类似的鱼，比如在韩国常州的一个小镇也发现了一条银色的人形鲤鱼。尽管它们的花纹很奇怪，但这些生物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因为它们的花纹被认为很特别，所以在市场上的价值很高。在埃塞克斯发现的一条带有人形标记的鲤鱼，以惊人的1.5万美元的价格售出，这或许就是物以稀为贵的例子吧。第9名，池塘中的类似人脑生物。住在加拿大一个池塘附近的当地人惊恐地发现水中漂浮着奇怪的像大脑一样的生物，这些生物似乎都是在一夜之间出现的，因为它们很快就占据了当地的池塘。居住在该地区附近的人们感到担忧，就像恐怖电影中的场景一样，大脑中的斑点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安，而且它真的很像人类器官。但这些生物究竟是什么呢？这些脑状的东西是一种溴化物，这些生物可能看起来像脱离身体的大脑，但实际上是由数千个微小生物组成的，整个群落生活在一起。这种生物一开始是一个单一的，但它可以快速无性繁殖，形成大量的黏糊糊的有机体。直到今天，我们对它们的起源、分布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环境知之甚少，这证明了这些生物在自然环境中是多么罕见。而且这些类似大脑的生物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化石记录中可以追溯到4700万年前，但我们至今对它们知之甚少。如果你的池塘里有大脑入侵，除非手动把它们丢掉，否则只能等着它们自己消失。即使是专家也不确定它们是否有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案例。第8名，莫奈池塘。你有没有去过一个对你来说非常熟悉的地方？比如来到日本秋叶原的这个池塘，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因为这个池塘看起来像是艺术家克劳德·莫奈的一幅世界名画的惊人复制品。你以前可能见过这幅画，这是画家莫奈系列作品之一的睡莲，他是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睡莲只是印象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莫奈以睡莲为题材创作了250多幅作品。我们再看看这个池塘，就像是把精美画作搬到现实中一样。莫奈池塘是你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池塘吗？对我来说是的，它的水晶莹剔透，带有柔和的蓝色和绿色的色调，植物在水下看起来非常有活力。鲜艳的鲤鱼在池塘里游来游去，让池塘看起来很超现实，而且漂浮在水面上的睡莲更为它梦幻般的外观做出了贡献。这个池塘是如此令人惊叹，以至于许多人最初误认为它是一个人造景点。虽然这个池塘只有18.2米长，但更巧合的是，它看起来也像蒙娜丽莎的艺术品。第7名，石化沼泽怪。根据罗马哲学家和学者西塞罗的说法，艺术诞生于对自然的观察和调查。对于包括雕塑家索菲·普雷斯在内的许多艺术家来说，这都是事实。索菲一直很喜欢观察自然，观察周围的环境和季节的变化，这启发了他用自然界中发现的东西，创作了一些相当不寻常的雕塑。漫步在塞纳河法国的玛莎自然保护区的平静水域，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经历，因为该地区有几个沼泽人形怪物，这些怪物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浑浊的水中出来观察游客的生物。在保护区里散步时，有几个人就像是被石化了，姿势像活着一样反抗。虽然所有这些人物都是索菲的作品，每一个都是用泥和海藻做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自然雕塑随着他们所栖息的景观而变化，这显示了艺术家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但或许也很吓到刚到此地的游客。第6名，几千年前的骷髅。1950年，几个工人发现了这个坑，
在丹麦中北部的沼泽中发现了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子遗骸，尸体完好的令人难以置信。当地人认为这是最近的一名谋杀案受害者，因为遗骸的脸看起来像是不久前去世的人的。这名男子的面部、毛发甚至完好无损，但分析表明，这具遗骸被称为托龙人，是欧洲发现的最著名的沼泽骷髅之一。在他死的时候，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这个瘦长的人遭遇了悲惨的命运，这在当时时期，他是众多惨死者之一。考古学家发现这名男子的脖子上缠着一个皮革套索，这表明他是被吊死的。在他的最后一口气之后，托龙人被小心地放在一个沼泽的坑里，以蜷缩的姿势。可奇怪的是，这个托龙人虽然被杀了，脸上却带着平静的表情。关于沼泽的特点，在保存动物遗骸方面出奇的擅长，它们的 pH 值是酸性的，这可以保护人体，就像醋和盐水溶液可以通过腌制水果一样。虽然这是一个奇怪的比喻，但这是最好的说法。沼泽可以将人体保存到可以辨认出死者最后一刻的程度，即使几千年过去了，依旧像是去世不久的尸体。第5名，魔鬼之玉。自然界中有一些颜色是我们天生好奇的，比如看到一团深绿色的水就会本能的抗拒。但你知道新西兰有一个景点是因奇怪的放射性色调而闻名吗？ El Tapo 公园是各种地热景点的所在地，其中一个被称为魔鬼之玉，这与它变幻莫测的化学着色水的名字很相称。与大多数池塘不同的是，这个池塘是引人注目的霓虹灯绿色，很容易就能让人一眼发现它。魔鬼之玉是20万年前剧烈的质活动后形成的彩色池塘，它奇怪的黄绿色是由陨石坑内的化学沉积物与土壤中的各种矿物质混合造成的。水中的铁元素使它呈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绿色，而它所含的铟元素使它呈现出明亮的黄色。在某些日子里，池塘的颜色会变成更黄的色调，使它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魔法药水。当太阳光和水中的矿物质发生变化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虽然它被称为魔鬼之玉，但它所属的公园的名字在毛利语中实际上是圣水的意思。这是保护区里一个很受欢迎的地热景点，尤其是对那些惊叹大自然，有时是多么奇怪的人们来说。第4名，鸭子池里的罗马头骨。2022年，一名男子在英国灵鸡舍的一个鸭池里偶然发现了一具人类头骨，这一发现令人惊讶。当地人担心这块头骨属于一名谋杀案受害者的遗骸，立即将其送往当局进行进一步检查。但是分析的结论却更令人惊讶。分析表明，这个头骨并不属于生活在20世纪的人，而是属于一个生活在罗马时期的人。进一步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因为关于头骨有一些奇怪的细节。奇怪的是，在鸭池里只发现了头骨，其他部位什么都没有。其他部位的遗骸在哪里呢？他被残忍地伤害了吗？他怎么会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这些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答。第3名，埋在土里的古船。科学家在波兰观察附近的河流区域时，惊讶地发现了一艘有几百年历史的大型运输船，这也是该国发现的最罕见的沉船之一。大型木质运输船从14世纪到18世纪被使用，被认为是当时用于运输商品的主要水上船只之一。在全盛时期，这艘船一次能运载100吨货物。据测量，沉船长37米，宽6米，它的大小和质量使它成为该国发现的最罕见的木船残骸之一。第2名，水下自拍池。世界各地有很多值得在网上分享的景点，但印度尼西亚的这个村庄池塘绝对是最好的之一。你想不想以鱼和水下生物为背景自拍呢？乍一看，你会认为这些照片看起来很奇怪，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村庄池塘里拍摄的。位于该国的中心区域，是一个拥有世界上最清澈的水的小池塘。这个小池塘有40个不同的泉水不断地流过，确保它总是晶莹剔透。在这个池塘成为热门景点之前，这个村庄饱受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之苦，但现在由于游客不断涌入，这个村庄每年能赚到数万美元。第1名，青蛙军团。人类是富有同情心的动物，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和动物是经常性的，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的助人欲望必大于利。比如2022年，一名男子在他家附近发现了一个池塘，成百上千的青蛙卵在小水坑里逐渐干涸，一旦水消失，它们就会死去。我相信大多数人会置之不理，但这个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最后他把青蛙卵捞起来带回家了。在那之后，他却去捡更多的青蛙卵，并打造了他所谓的历史上最大的青蛙军队。可能对绝大部分人听起来都难以置信，但还是没人去阻止他。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名居住在英国的男子在互联网上发布了一系列视频，展示了他如何创造出最大的军团。不到1周，他就收集了100多万个青蛙卵，把它们放在后院的池塘里。你可能会认为，在自家院子里饲养数以百万计的两栖动物，只有他自己会承受显而易见的后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几千只蛙卵孵化出来，蝌蚪变成小青蛙后，这名男子的邻居们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和家门口迎来数千只不受欢迎的青蛙群体。没过多久，这个人就引起了世界各地生物学家和专家的注意，他们对这个人收集蝌蚪卵表示失望和反对。这个人可能认为他只是在做一个恶作剧，但实际上他正在破坏当地的环境，也扰乱了当地的人们。这场所谓的网络闹剧带来了许多负面后果，比如即将到来的诉讼。我对他会收到大量的诉讼表示理解，毕竟自己怎么样无所谓，但不要给他人带来麻烦，所以最好还是让青蛙种群留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这期的发现就到此结束了。那么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池塘中发现，哪项最让你惊讶呢？你有没有在当地的池塘里发现过奇怪的东西？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分享你的经历。现在看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一个很酷的东西，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